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以前逢中秋節前，學校都會叫大家人人手做一個玻璃紙燈籠呢？要攞啲竹籤同皺紋膠紙逐條黐埋一齊，最尾再好小心咁樣黐翻好晒啲玻璃紙。相信呢係唔少家長以前嘅噩夢。就嚟中秋節啦，今集香港製造就帶大家入元朗睇下碩果僅存嘅人手紮作燈籠啦。位於元朗嘅大橋街市，一到中秋就會有一條燈籠街，吸引咗唔少大人細路嚟打卡應節。咁你今年中秋節會唔會買燈籠？會。今日嚟呢度買，呢個燈籠多啲定係你中意呢個多啲？點解嘅？因為佢可愛啲。佢可愛啲啊！你知唔知邊個係攞人手做㗎？呢個係呢個啊！可愛啲嘅嗰個係人手做嘅。睇嚟呢位小朋友太細個，應該都唔知咩係紮作，亦都唔係好知道手工燈籠同埋工廠燈籠嘅分別。唔知道佢媽媽又知唔知呢？你哋係第一次嚟呢度啊，定係年年都嚟呢度？年年都嚟，由佢開始，係啦。呢手上面而家有兩隻燈籠啦，你會中意邊隻多啲咧？係啊，我好中意呢隻啊，呢隻好靚啊，係啊。咁你知唔知佢哋兩個有啲咩分別咧？呢個係用玻璃紙。呢個我會形容佢係有啲皺紙同布料。睇嚟呢位媽媽都唔太清楚紮作係咩嘢一回事喎。其實紮作係用一啲好簡單嘅材料，例如竹篾、砂紙、色紙同埋絹布等，再結合紮作嘅紮、撲、寫、裝技巧，去製作唔同節慶嘅重要角色，例如打醮入面嘅花炮、中秋嘅花燈，同埋新年入面嘅舞龍舞獅。而紮作呢門傳統手藝更加喺2014年被政府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咁其實你哋買燈籠嘅時候，你哋會多數買邊隻款多啲？佢哋啊，我會睇佢哋咯，但係佢哋都有 preference 嘅。呢個買兔仔，呢個都買魚啊嗰啲其他樣嘅，大份上嗰啲。即係頭先妹妹話中意呢隻，你會唔會肯俾多啲錢買呢隻手做燈籠？我會問下幾多錢？係啦。1000蚊媽咪未必會啊，我要唔係咁計㗎嘛。跟住俾翻錢你啊！係啊。好啦，避免呢位小朋友今年中秋冇月餅食，我哋都係唔好再追問落去啦，一齊睇下另一位小朋友又會點揀先。咁呢個燈籠係咪比你以前玩嗰啲好唔同啊？係。有咩唔同啊？靚係咪靚啲定係唔好？靚啲嘅。靚啲嘅。你知唔知呢個燈籠係攞人手整㗎？唔知喎。非常簡潔有力嘅回應。之後呢位小朋友亦都分享咗自己喺學校做勞作嘅經驗。你識唔識整啊？整過一次爛晒，唔記得咗。喺學校啊，總之接嗰次咯。除咗小朋友要喺學校整燈籠，唔少家長都因為學校嘅要求而嚟呢度買傳統燈籠。你中意邊個？我想你中意呢個啊？呢兩個你中意邊個？好似呢個我。呢個都係人手做嘅燈籠。啊，因為嗰小朋友咧，喺學校搞活動，佢要買嘅燈籠帶翻學校，所以我哋先過嚟睇下。係咁樣嘅。咁你知唔知呢一種燈籠同埋呢一種燈籠有咩分別？呢個係咪全部都係人手做嘅？呢一個咧就係工廠做，呢個就係人手做。咁咧人手做咧，佢哋咧其實呢啲一啲入面嘅嗰啲骨咧叫做紮作啊。咁就係14年已經入咗呢個非物質文化遺產。哦。係啊，咁所以呢啲人手做嘅燈籠就越嚟越少咯。明白。所以傳統紮作其實大家一定有接觸過，只不過因為工藝繁複、成本高，令到而家入行嘅人越嚟越少。我叫武卓琪，咁今年咧50零歲啦，咁從事紮作嘅行業咧，由學習去到依家咧，都過咗30幾年啦。10幾歲就喺武館學成師嘅武師傅，不時咧都會見到武師嘅獅子爛咗，於是咧師傅就會叫佢幫手維修，不知不覺間咧就對紮作起咗興趣。幾年後出嚟做嘢咧，即係第一間買嘢嘅只入鋪嗰度坐，去睇嘢啊，去傾偈啊，一坐都係幾個鐘頭啊，成個下晝咁慢慢接觸咗紙紮，睇下之後咧，自己都好想自己整一個嚟玩，咁所以咧就買啲同阿師傅買啲料啊。去學啲又問啲啊，做啲啊
咁啊，正所謂聽過不如見過，見過不如做過啊嘛。咁啊，就咁樣開始咧，就試接觸咗紮作啦。咁一路咧，去到1997年咧，就正式自己開檔。咁係幾時開始有燈籠街嘅？嗱，其實我哋呢度街市咧，大橋街市咧，就有2個地方買呢啲燈籠嘅。我呢度其中一個。咁啊，裏邊咧，第2個範圍咧，街市範圍裏邊咧，亦都有另外一個同業咧都做咗好長時間噶啦。咁我哋都係近呢幾年咧喺呢度有售賣呢個燈籠。係啊，可以訂。我呢個圖呢2隻特別啲嘅，特別擺我嚟做生招牌啫。啊，啲徒弟做噶。細嗰隻280，大嗰隻380。呢啲白色嘅140啦，呢1幾啊？120、120，即係呢種中 size 120，有彩色嘅呢隻好似。彩色呢度，即係呢種 size 有彩色，係2隻嘅啫，全白同埋彩色，個形都係同嗰啲咁嘅有個頭伸出嚟。咁好似嗰度有2隻咧，陣間你可以近鏡睇下。嗰2個咧就我啲徒弟特登我嗌佢嚟幫我做，因為我自己太忙有其他嘢做緊。咁所以咧有啲客戶咧訂嗰啲比較要啲有啲要求嘅，要啲精細啲嘅咧，我就揾佢幫手啦。之後師傅亦都係街市即興示範做燈籠嘅步驟。咁首先咧，我哋紮燈籠咧就一定要有竹篾啦，呢啲竹篾，咁啊同埋呢啲紮作用嘅砂紙、白膠漿啊等等。咁咧我哋咧紮羊肚燈籠咧，就要將3條同等大細長度嘅竹篾拗成一個尺寸先，咁然後咧就將3個呢啲竹篾紮成咧就3個好似梨形嘅東西。咁我哋用砂紙咧紮埋啦。好，尖對尖咁樣重疊咧，紮一紮佢。好，紮好1個，再嚟第2個，3個。要咬一咬個。係啦，我哋提前咧就將嗰啲竹篾咧預先咬定嗰個形狀啊。咁啊，到時我哋做嘅時候，3個羊肚個圈咪會平均咯。3個整好咗之後咧，我哋擺埋一齊睇睇。順便咧就將佢咧咬翻適當嘅形狀，因為咧我哋3個咧一陣間咧整完之後咧3個一齊整翻靚佢，咬翻相同嘅形狀佢先。啲砂紙係好堅韌。好堅韌㗎，你見我紮到好堅韌㗎。係啊。呢種紙咧就比較特製啲，我嚟專係做紮作用嘅，咁所以咧就比較硬淨啲咯。咁然後咧我哋將佢咧拼埋先，一個拼一個。師傅，呢個羊肚燈籠大概要整幾耐？一個羊肚燈籠啊，基本上年頭到尾都要個零鐘㗎，最少個半鐘到啦，即係要整好計。咁係咪越大個燈籠越長？都唔係，如果超大咗一個台面嘅面積嘅咧，就會難做啦，就控制個比例上啦，呢個就。咁你自己最中意做邊款嘅燈籠？越簡單越好啦，當然，唔使咁複雜啊嘛。兔仔因為咧佢嗰個頭啦，同埋個身咧都要做2次。兔仔咧要做咗個身之後，再做一個兔頭。兔頭做完，兔身做完之後咧，又要黐一陣底紙，先至再黐一陣顏色紙喺上邊。而家咧就做一個尾部固定嘅位置。我哋都冇乜點計啊，因為唔得閒計啊，主要幾多個真係計唔到喎。因為咧，我哋完咗中秋咧，馬上又要做第二啲嘢，咁所以其實都冇時間。基本上嗰個竹籠咧紮好咗啦，咁但係咧個形狀咧好似唔係咁靚喎。今日收翻正佢，收翻圓啲，冇咁尖。下一個步驟咯，進入就貼紙啦。貼咗紙之後咧，一塊一塊就會形成咗一個咁嘅形狀嘅嘢，一塊塊貼落去啦，咁啊最後加埋啲裝飾咧，就會變一個羊肚噶啦。咁傳統嘅燈籠入面係應該係放蠟燭㗎嘛？係蠟燭嘅，嗱呢度入邊咧有一個蠟燭托，傳統係放蠟燭嘅。
玩蠟燭嘅。電筒同蠟燭有啲分別咧，就係因為蠟燭咧佢會啲火會喐動啊，遇到啲風啊、氣流啊，閃下閃下、吹下咧，就一路行嗰個燈籠咧，就一路有啲光啊，有啲暗，有啲光，有啲暗，其實都幾生動嘅。其實聽師傅所言，平時雖然有其他生意，但係人手不足，紮作需時，自然成本都會上升。但係點解仲堅持喺香港製造呢？如果係從生意角度咧，就梗係揾大陸啲廠嚟，我買賣啫嘛，俾咗內地生產，我就想交貨俾你。咁我自己咧，當然都需要維持啦生意，但係喺維持當中要攞個平衡。作為一個從業員，咁同埋又係作一個傳承者。推廣文化呢啲傳承者，我哋係有需要為呢個行業、為自己呢一個手藝去出分力，去保育，將應該保留嘅嘢留翻喺本地。而師傅呢份想記錄香港傳統手藝嘅精神，其實得到唔少人嘅欣賞。好叻㗎，你個天才嚟㗎，因為我覺得佢有創作咯。嗱，你而家一般去買花燈咧、燈籠咧，你唔會見到一個師傅喺度紮緊㗎。即係如果講10幾年前咧，有啲紙紮鋪咧就見到師傅喺度啊，喺度紮啊花燈啊燈籠。但係而家我諗住已經講真啦，紙紮鋪都冇，你點樣去見到咧？誒，大霧師傅而家喺大橋街市呢個咁旺嘅地方，嗰度隔離就有條，哇！直情就係花燈街啊，可以咁講。咁啊，霧師傅喺呢度絕對一格啊，喺呢度零零舍舍自己一路喺度表演，一路喺度工作。咁呢個我就欣賞佢咯，唔可以用價錢咧衡量，要買嗰個花燈。好，其實好我哋個行業嘅挑戰好多，因為除咗成本啦、人手啦，又要面對係其實嗰個訂單啊，所謂係都相對比10年、20年前係少咗。因為點解咧？我哋做呢個紮作咧，我相信有6、7成以上啊，都係喺啲傳統嘅節慶裏邊使用啊。咁傳統節咧，隨着好多城市嘅發展啦，喺村裏邊住嘅人少啦，咁無形中佢哋嘅節慶啊、祭節節慶咧都相對縮小嘅。縮小咗嘅話，訂嘅少咗咯。咁訂嘅少咗嘅話，咪影響到個紮作行業。咁但係咧，希望就係話有關嘅方面咧，就多加留意啊。咁啊就即係同步去保育啊，同步去協助呢啲行業去發揚啦。因為我哋中華文化嘅傳統傳承咧，紮作係一個都幾重要一個配套嚟嘅嚇。喺傳統嘅節慶上面一個即係必然要有嘅嘢，不可缺少。請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記得撳埋個鐘仔啊！